若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自你13岁入行后第3回叫我出来。头一回是你第1次执行完成任务，第2回是通知我你要成婚。这回又是为了什么？老钟，我的原则你最清楚不过：一，不伤平民百姓；二，不沾朝堂之事；三，不惹邪魔歪道。刺杀质子，有悖原则，我没有办法接。你成婚时不就想金盆洗手吗？我们做镖人的，入世容易出世难。你不用着急拒绝，我再给你几日思虑清楚。若此事办成，我便撤销你的镖人身份。不必几日，我此刻便能答复你。这桩差事，我决然不会接。大人可是应允了侯爷，接下了这桩差事。此桩非寻常差事，事关朝局。若有任何与质子相关之事，你们不可轻举妄动，不论何时，先知会于我。诺。阿姐，我给你做的桂花酿。你又做新酒啦？太好了，我闻闻啊。这桂花酿怎么只有桂花的味道，没有酒的味道？我看阿姐这些日子，怕被姐夫闻到酒味儿，都不敢喝酒，特地给阿姐做了桂花酿。阿姐，你放心喝，姐夫是闻不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尝尝啊。如何？真是桂花酿，得劲儿！我再来2杯。不过此酒酒气不散，但却容易醉人。阿姐还请勿贪杯。哎，你阿姐千杯不醉。夫君，快来快来快来！你闻一闻我今天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？特别的味道？闻一下。换了桂花味的香粉，与昨日的牡丹花不一样。对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只是每日一道送命帖。还有吗？没错，就是桂花味的香粉，没有别的了。睡觉了。侯爷为何会私下任命金维斯来护送质子？夫君，你睡了吗？算了，别让他知道我有心事。夫君，你睡着了吗？很好，睡死了。
在呢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真的好喜欢你啊，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。我知道。小念，怎么了？小念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对不起我夫君，我骗了他。你骗他什么了？我骗他说我不认周丽，可是我真的好喜欢喝酒。我都不知道我是更喜欢喝酒，还是更喜欢我夫君，这实在太难选了，怎么办？原来你喜欢喝酒啊！你小声点儿，不要让我夫君听到我会喝酒，不然他会讨厌我的，知道吗，夫君？房主，你醒了？什么时辰了？已经50了。什么？我睡了这么久？怎么会这么晚了呢？房主，怎么了？我骗他说我不认周丽。一滴不剩。那个，姑爷什么时候起来？应当是辰时，他让我看您醒了没，在廊亭等您吃饭呢。赶紧帮我梳妆打扮一下，快！啊，那边是梳妆台。哦，对，快！快过来吃饭吧。夫君，那个昨天有没有饭？耍酒疯？你发现了？宝儿竟然会酿酒，这桂花酿真是不错。我骗了你，你不生气啊？以后不论你心情好坏，还是纯粹想喝，记得告诉我，我陪你一起，不可以像昨天那样偷偷摸摸喝成那个样子。嗨，那昨天完全是个意外啊！
啊？谁啊？宝儿姑娘，我是隔壁药铺的掌柜，最近城中多有风寒，我给你送了些药和枇杷膏过来，你记得吃啊。文公子，是你吗？有我。等等，宝儿姑娘，我们才第2次见面，这样实在是……我先走了。文公子，我是想……没错，他身上有药香味儿。他摸我一次，又想吻我一次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与其在这浪费药材，不如去问问宝儿，她是什么意思。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是宝儿姑娘？你3天2头跑去成衣铺，除了她还有谁？你若是真中意宝儿，我替你问问小念，促成这桩姻缘。大人，这个不行，我还在司里大展宏图呢，还不能成亲。况且，若是成亲了，去了跟您一样，试蒙骗嫂夫人，我可不想做个骗子。我瞒着小念是因为……我与你阿爹是旧友，他为金维斯做了一辈子贡献，是我敬佩的人。他临终之前托我照顾好你，他最牵挂的人也是你。比起在金维斯大展宏图，他把药材铺留给你，更希望你能够早日成家，过安稳的生活。我若是你，定然选择与心爱之人过简单平凡的日子。大人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何不辞去金维斯的职务，跟嫂夫人过简单平凡的日子？姑娘，看看风筝吧。阿婶，这风筝断了线会如何？这线拽在放风筝的人手中，若是断了，那风筝必定是凶多吉少啊。如今正当是放风筝的好时节，姑娘不如考虑考虑，要不要买一个呀？姑娘这是……阿婶，今日不买风筝，只买线。姑娘要何种线？若是女子有了身孕，会有什么样的症状？啊？嗜睡、乏力、胃口减退，距离上次月事过了1月有余。没错，肯定是。小念，哦，在想什么？饭菜一口都没吃。
我有身孕了。你有身孕了？你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。自然不是，我是有些突然。那你多吃点。是挺突然的。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怀孕了呢？布谷，布谷，味儿，味儿，你不会叫别乱叫，叫的什么呀？你叫布谷。哎，这大人是不是睡熟了？这暗号好像不好使了呀。什么时候见大人睡熟过？布谷，别叫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别吵醒我夫人。3位客官好。我从北京而来，我的主人让我给你带一。大人，您还未答应侯爷护送质子入皇城，他此时送来玉佩，莫不是想拉拢您跟他同一阵线？此事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大人，谁啊？燕无名。大表嫂，大表嫂，闭嘴！谁是你表嫂？有你们这样的表弟吗？大半夜的带着我夫君上青楼。小念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？我亲眼看着你们进去的。表嫂，是我看上了宁香楼的一个姑娘，我想筹钱为她赎身。表哥一直在劝我，说我为了家门。二表弟，你还在跟你大表哥打掩护是吧？他吃饭的时候眼神就不对，原来你们是一起逛窑子。小念，你真的误会。你还挑慢，无良哥哥。你想尽一切办法为阿谦筹钱赎身，阿谦终于脱离苦海，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自此以后，阿谦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在巷口等你。
良兄，你真是……哎呀，二表弟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哎，真是没想到哈，这还真是两情相悦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不是借你钱了吗？二表弟，阿仙姑娘都走远了，还不快追？无良兄，无良兄，真的假的呀？夫君，我又不知道二表弟竟然会喜欢烟花女子，而且我跟你说了我有身孕，你反应那么冷淡，半夜还去青楼那种地方，难免我会胡思乱想嘛。是我不好，什么事情都瞒着你。下次出去多穿点，夜里冷。是得多穿点，不然会冻着孩子。明日还是去趟红釉馆吧，最好再去确认一下，是否真的有了身孕。我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的，无需再确认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看看好不好看？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还做了好多呢，等回头我都做完了，一一给你看，好吧？好。从昨夜的情况来看，质子子素深不可测，就连传信的丫鬟都如此机灵有城府，那个5岁的二皇子哪是他的对手啊？不对，大人若是拒绝了子素，日后他夺得地位，怕是要报复大人呐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朝中官员都拥护二皇子，质子子素此次归朝，人单势孤，可谓福祸难料。此次一送玉佩，二又派人解围，大人还真是身陷囹圄，骑虎难下呀。那大人这么难办的差事，你是接还是不接啊？大人，大人，此事我会再斟酌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今日需小心行事。诺。此事甚是棘手啊，无良兄。阿姐是何时发现有喜的？有些日子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以后可就热闹了。那当然。房主，您看看这个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样子给您肚子里的小主子做小衣裳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可以。阿姐，我虽然不能给小侄子做衣裳，但我以后能带他玩。好，没问题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房主，姑爷给小宝宝想名字了吗？呀，这名字也该取了。思什么思啊？人家姓燕，他得随他爹姓。好，燕。侯爷，看来你是想清楚了才来找我的。我可以答应保护质子，但仅止步于我护她入城。也请侯爷应允我，此事之后，让我从金维司隐退，往后朝中种种，也与我无关。姑娘这银票足够买下一城的风筝。别再打哑谜了，我知道你叫红婶，这些年是你在给我放风筝，这银票就当是口信钱。姑娘但说无妨。既然是自己人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有了身孕，就当是给孩子积德，我也不会再收风筝。有什么代价，让他自己来找我吧。你有了身孕？我来瞧瞧。司姑娘应当没瞧过郎中吧？你并无孕脉呀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就有你说的那些症状啊！
从前啊，这城中不下百户的小孩都是我亲生的。你有无孕相，我一看便知。叶郎中，叶郎中，何事？宝儿的风寒好了吗？你这药是给他抓的吗？你若真的在意宝儿，坦坦荡荡的去关心她。不行，我现在一事无成，我没有资格。文房，我以兄长的身份告诉你，你有没有资格去关心宝儿，从来不是取决于你是寂寂无名还是功成名就，只取决于你是否真的在意她。至于日后宝儿怎么想，也同样取决于她是否真的喜欢你。燕楼主，你夫人来了！你再好好想想我与你说的话。小念，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搞错了？我也好希望是真的。早知道还不告诉我，害我一个人在那儿自作多情。可虽是如此，这几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。我与你成婚了，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想待在这里了，我们可以去到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。可当你告诉我你有身孕的那一刻起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和你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孩子的阿爹阿娘。所以我必须要给我们的孩子和你一个安全安稳的家。反正以后你去哪里，我们的家就在哪儿。等真的有了我们的孩子以后，你教他学医，我就教他杀。算了，反正现在想这些还有点远。没事儿，不远。什么意思啊？何处烟火笙歌，寂寞无人知。夕阳几程不长，月淡照参差。我问山峰可见你，山峰知不知隔万丈，或天涯咫尺。我好像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下来吧。
你干什么在那偷看了半天啊？出来！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想来问问，宝儿姑娘，她最近可好？有没有生病？宝儿有没有生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回来，有话直说。宝儿姑娘，她最近对我有些奇怪的举动，我想来找她问问清楚。宝儿姑娘她这样我……嗨，宝儿一个涉世未深又有视障的姑娘，她是想……来，过来，我摸下你肩膀。嫂夫人，请自重。自重什么自重？你过来。嫂夫人，宝儿既然已经摸了我，我就是她的人了。即便你是我们宴郎中的夫人，我也绝不可能让你摸我的。没想到你还挺纯情的哈。好了，宝儿去醉天楼买吃的了，去找她吧。她一个人去的？不然呢？你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去呢？她平常都是一个人，那无名呢？在医馆。闭上眼睛啊你！瞎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干什么你啊？走路不长眼睛啊！这么大一条路，偏偏往我们身上弄脏了。你别以为长得好看我就不骂你啊！天来缘由，24桥头都看够。倦了边雨，燕子小憩，落座明月楼。听那触陌上曲调又一首。我提灯喧嚣街头，为何你睡行舟？想来一种缘由，你在身后。以下是平生所有，我未能宣之于口。问你千万里外，新蕊开与否？微雨过后，风露间抬眸，只看酒。亘古高月，似乎也同我无人后。凌冷风舞，总不如酒。倏然一回首，这天长水过。谢谢大家，给我们家小妹让路。等会儿她出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！你是城中有名的郎中吗？你的手怎么就接不了了？啊！你的手已经断很久了，神医暂时也接不回去。手就在这儿，为什么接不了？别人的手与你血脉不通，自然接不上去。你若信得过我，把刀放下，我替你装一只假手吧。假手？老子不要假手，老子要我自己的手。是诚心不给我接手？让开！啊！小念，你来干什么？快回去，这里危险！没人想的那么娇弱。小念，听我的，快回去！你到后面去。你们两个唧唧歪歪干嘛？是他。好吧，给你1壶酒的时间。他没伤着你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以后不许这么冒失了，多危险！
放心吧。这个给你。阿姐，你给我一把钥匙做什么？方才我去仁安堂找你姐夫，发生了点意外。虽然他出现的比较巧合，可是我在想，也许有一日，你姐夫还有你会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。阿姐，宝儿不怕。可是阿姐怕呀。这是阿姐在城郊一座宅子的钥匙，本来想等你成婚的时候再给你，现在想想，不如现在就给你吧。你主动来找我，看来是想通了。最后这只风筝我收了，但是你也要记住你的承诺。至此之后，司小念就只是司小念，不再是镖人。这是金维斯之前临摹过的城防图，如今我们与刺客都在暗中，不如来个引蛇出洞。无良，你通知烟花巷的线人，继续散布世子进城的风声。诺。阿婶，这些都不是我要的风筝。近几日未起风，姑娘且安心等风来。风从何处来？西南城外。那我订的那只风筝又何时到？5日后，前山别院取货。无力，你加派人手，暗中守卫前山别院。诺。这些都太招摇了，其他的出手又不够利落。阿姐此次是暗杀？而且可能只有一次出手机会，比以往都难。阿姐，不妨试试这个。刺杀之子非寻常人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自己倒无所谓。宝儿和无名，城防图失窃，看来跟质子归城有关。对方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万一我保护失礼，身首异处，小念怎么办？你还没睡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晚还不睡？有心事啊？我接了一个大客户的大生意，我怕衣裳做不好，人家回来找思念房的麻烦。傻瓜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你做的衣服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毁了这桩生意。明日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那你呢？你为什么睡不着啊？医馆最近来了一位特殊的病患，是我从未见过的疑难杂症，我怕我治不好他。怎么了？其实我在认识你之前，我们铺子还是挣了不少钱的，我全都存在西街永安银号。你到时候拿着我的印章，全部给它取出来。突然说这些做什么？再说了，
我也不差钱财。哦，我也在南京置了一所宅子，钥匙就在你的钥匙盒里，到时候你可以带着宝儿一同去住。什么叫做我带着宝儿去住啊？要去，当然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啊。夫君，明日思念坊会来一批新的布料，我要取点货，可能会回来的比较晚一些。如果你回来的早，别等我，你先睡好吗？明日我也要再去研究一下那位客人的疑难杂症，也会回来的比较晚。你也别等我了。睡吧。陛下，我们已经收拾妥当。殿下，您的粥好了。看来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。速战速决，让我家吃午饭。这到底是一不对。假人，走。受伤了，无妨。可惜让他跑了，要等人马追。我去追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大人，
是阿姐啊！阿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姐夫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那就好。阿姐，你受伤了。阿姐，今晚的对手是不是很厉害？你居然受伤了。从前几乎没有人可以跟你阿姐过3招，今夜是我轻敌了，中了他们的圈套。阿姐，忍着点儿。阿姐很痛是不是？没事儿，这些年来，疼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只不过接近生死关头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。何事？我在想，那个时候，你姐夫应该在家里等我回去吃饭吧？若是他再也等不到了怎么办？今夜这刺客好生厉害，这些年没见着有能伤着大人的。大人，要不您今夜就在别院休息，以免让夫人发现伤口，暴露了身份。那把剑刺过来的时候，我竟然只有一个念头：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回家陪他吃饭，即便是暴露了身份，我也得回去见他。姑爷还没回来吗？还没呢。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？我去趟仁安堂，如果姑爷回来了，就去仁安堂找我。好。风替我擦亮月光，却难遮过往。想念。遇见你，惹我思量，用一生痛忘。趁着之前如花，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大订单的客人不讲道理啊？明日我替你去跟他理论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可以这样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吃饭的普通日子。这不经意在我身旁，心串起了指尖，年轮便递成双肩深处，不问何方。纵然思念滚烫，3000繁华未了，能否数一段时光？雨过红尘，与你人间一世无双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啊，我看你扶着肩膀，你是肩膀疼吗？我就是最近药材切的有些多，手臂有些酸痛。啊，我也是，我最近总是没日没夜的做衣服，手也有点酸。我帮你捏捏。不用，我一会儿自己去医馆做个理疗就好了。夫君，我帮你捏捏吧。我也不用，过几日就好了。对了，昨夜我在院子里捡到一块染血的布料，
是谁受伤了吗？这是宝儿做衣服的时候不小心伤着手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不能让她学做衣服嘛。原来如此。四姑娘，来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最近这风向变了。那住在前山别院的是什么人？是金维斯，他们神出鬼没的，经常隐匿于寻常百姓之中。这一回，就是他们设下的陷阱把你引出来的。看来要把他们先解决了才行。虽然是个圈套，但是世子已经归来了。等有消息，我再联系你。红婶呐，你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去思念坊找我，别在这儿总整些神神秘秘的。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。神神秘秘。又是一个女人。上次偷城防图的也是一个女人，莫非他们是同一个人？这个刺客不简单，这3根针虽然从同一方位射出，却精准直中太阳、连泉、灵虚3个穴位。若当时不是假人，世子恐怕早已命丧。可是他也受伤了，干脆我们全城搜索，又见受伤的女子。不可，如此大张旗鼓，万一他还有同僚，势必会打草惊蛇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，质子子素即将归城。当真？如此重要的情报，你是从何得知的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我想到一个绝妙计策，我们先来一招引蛇出洞，把所有刺客抓捕回来，再布下天罗地网。甚好。不过文房，我听小宁说宝儿好像受伤了，还染红了一块布。对，我也听说了。对，我去看看他。哎呀！叶楼中，楼下有个姑娘找你。赐予之人有请宴郎中一叙。卑职见过殿下。燕大人，阿谦，去备些茶水过来。诺。燕大人，请。殿下真要在此处住下吗？有何不可？此处已被镖人摸透，不仅不安全，甚至还可能再次引来镖人，是吗？在我看来，这里已经是最安全的地方了，比我这一路走来都要安全。卑职会加派人手，护殿下安全。当今世上，恐怕只有燕大人才能护我周全。他的手没事啊，没事就好。文公子，是你吗？宝儿姑娘，文公子，为何你每次来找我都要这样偷偷摸摸的？我是
从未有姑娘摸过我，靠近过我。我也没想到，你说这个世界小不小？文房竟然是小时候救过宝儿的那个人。当真？哎，夫君，你说宝儿不会喜欢文房吧？文房是我一位旧友的孩子，虽然平时莽撞了些，但家境也算殷实。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，倒也是很般配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倒不是嫌弃文房，我就是有点担心他只是喜欢宝儿的表面，万一宝儿不如他想……别动我，还没聊完呢。房主，这块用来红烧最好了。你别给我看，你鲨鱼就鲨鱼，我就吃你做好的就行。哎，大人，您帮我看一下，我这里是不是有道疤呀？宝儿说，小时候救她的人这里也有道疤，可我这道疤是2年前才有的，我这样算不算在骗她呀？那你就把真相告诉他。可是宝儿又约我一同去听戏，我又很想去。对了，文房，你过来一下。这是我给宝儿准备的上好的金疮药，听说宝儿受伤了，你给她送过去吧。宝儿的手没有受伤。宝儿的手没受伤，可是小念告诉我，她
昨夜我在院子里捡到一块燃起的布料，是谁受伤了吗？宝儿做衣服的时候不小心伤到手了。你确定他的手没受伤？我昨儿才见到他，我当然确定。谁来了？阿姐，是你来了吗？姐夫，你在门外吗？稍等，我马上来。夫君，思念房你哪儿都可以去，唯独宝儿的房间你不能进去。还有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她的屋子我进去做什么？夫君，夫君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就回来了？偷乘风图的是女人，刺客是用真的女人，带血的布料，你会不会就是她？怎么了，夫君？一定是我想多了。三念。你不是去医馆了吗？怎么又折返回来了？我有东西忘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客人落下的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下个月灯会，我送哪盏花灯给宝儿啊？你帮我选一下呗。兔子吧？啊，可宝儿是属小老虎的。那就送老虎。啊，可是宝儿看上去那么乖巧，更是个小兔子啊。那就两盏都送，万一它表面是只兔子，内心是只老虎呢？文芳，若有一
四姑娘，你特意唤我来，不会只是想送我衣裳吧？红婶，你可成过婚？怎么，你是与夫君有什么嫌隙吗？这夫妇和恋人不同，生活里的鸡零狗碎会把往日的情浓蜜意给磨平掉，就算是再深的感情，也会变得淡薄，也是很自然的。可若是发现日夜躺在你枕边的人想要杀你怎么办？那难道你就没有想要杀他的念头吗？我也有过夫君，他是个普通人。当他发现我身份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他会不会也像别人一样想杀了我？结果我以为的，从来都只是我以为的。这世上没有人能赤身裸露，不穿衣服就这样出门的，只是这衣服好不好看而已。四姑娘，你的家事呢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我有一桩事可是要提醒你啊。这质子子素可不是普通的风筝，就算是你成功了，到时候也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无礼，今日你将城郊的人手多调派些到别院附近，尤其是这些山间小道。好嘞，大人，那个女镖人咱们还抓吗？咱们司里有的是弟兄，可以掘地3尺把她给挖出来。或者我们可以再想个计策，引那个女镖人出来。此事容我再做决断吧。大人，世子子素身份特殊，做质子前就深受百姓拥护。虽说我们已经极力掩盖他被刺的消息，可如今城中流言四起，百姓们都在猜测，刺杀质子的幕后主使是二皇子一派。放肆！是二皇子？你躲在床下做什么？大人，无良兄、无力兄，我们禁卫司是一体的，我同你们一起去保护世子。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大人，您每回都说有重要的事，可我知道，您是想信守跟我爹的承诺，保护好我。可我是个男人，不能永远在您的庇护下。我也想有能力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也想。你想什么？也想像无良兄跟无力兄一样，大人赐我无字。文无妨。好了好了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，我会再考虑一下。哎，大人，您认真考虑考虑。无良兄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怎么办？大人，小念，表嫂，我们二表弟、三表弟，我知道你们弟兄之间感情很好，但我和夫君已经很久没有一起逛夜市了。诸位不介意，我先把他带走吧。不介意。我怎么觉得嫂夫人笑里藏刀啊？我也觉得。小胖子，站着。干嘛去啊？小胖啊，你可是咱们禁卫司最重要的暗哨，燕大人夫人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忘了通报呢？一根糖葫芦就把你给收买了？前些日子，你受思念房接了笔大的生意，进行的可还算顺利？本来挺顺利的，但是中间出了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不如你告诉我，兴许我能帮你解决。现在还想试探我？若你现在告诉我真相，兴许我还能帮到你。无妨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这个面具很适合夫君你。这把扇子和你那件对襟羽纱的衣裳，倒是般配。